女大18变，她们全都是童星。卫生棉没拍过，我啥都拍过。奇怪，童星是要怎么拍卫生对棉啊广告，呢？可是我拍过媚登峰你说小时候真的啊，我觉得自己很猛，好厉害哦！大家都说我是台版的安达幼时。你有点贵气，你不像杨小黎，小时候长得就叫憨厚啊。我要搭好邵文，要刻意保持，我就是喜感啦，喜感。4岁半的时候拍那个类似巧虎的，巧虎啊对，就是后面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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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怎么会玩具不要放嘴巴，那个是吧？对，类似就是签唱会啊！哇，你们办过签唱签唱会？你龙凤胎啊，好有意思哦。那你们俩恋爱过没有？妈妈在，你觉得他们要怎么回答？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来，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6位，小小年纪就走红的童星代表们，要来分享一下，到底他们在童星生涯当中，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酸甜苦辣。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欢迎资深童星这资深童星，杨小黎，哎呦，第二位资深童星杨佩杰，哎呦，欢迎我们这边的吴以涵，欢迎以涵，还有爱狗，再欢迎一对姐妹啊，乐乐柔柔，资深童星。资深2个字，本来想要反驳，后来想想好像蛮合他直理的。接先跌倒，我们是资深新人，新人对，新鲜的人。你们都姓杨也是很巧哈。对啊而，且都是高材生。以前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姐妹，这现在还是很多人误会，就是还有人疯狂的把我们2个搞错。我想说对是怎么了？很容易，蛮容易搞错的。你们两人年龄谁因为你们的？质感都很好，你好会讲华语真的，你们质感很好。你以前一定是童子军的，但是，日行一善，可是他们质感真的很好，而且都是高材生嘛。比较爱读书一点。对吧？你是什么政治大学是吧？正大外交跟广电的啊，政大外交广电，修怎么会回到这里？我从小就双修啊，那真太厉害了。不太一样的双修。杨妹姐什么学校啊？福大，你福大，哲学，哲学，哎呦，难怪长得文人难怪长得很空灵啊。真的，福大就很常常失焦啦，是这种吗？好，2位呢，当童星大概都年纪挺小的时候，是，对不对？都大概5、6岁吧。我4岁，我7岁，你4就岁，是比巴玉姐的那个宝贝再大一点点，我就出来了。我的老天鹅啊！对啊才刚戒奶嘴跟尿布不久就出道嘞，对，童星的特色就是长不高，啊因为睡不饱跟我嘛。 160公分，啊，我有及格低空飞过， 160是吧？我160。你160，那杨佩姐怎么办？我就不站起来了。你好坏，干嘛聊这个？我这，因为我不是童子军啊，对不对？真的，啊，我们就让你们认识他，你们认识他们，了不了解他们？我知道以涵的《熟女养成记》演得非常好，对，厉害吧？我们好像有合作过的。真的假的？啊，我没有你演过我妹妹，她是我女儿，是妹妹。我演你女儿，怎么忘记？吧？女女儿吗？真的你还想当有小孩生小孩的吗？但我有10年前就开始演妈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邓安宁导演他让我10年前就演到20岁跨到50岁的一个幅度的戏，你做到了，我做到了，哎呀，这个老的比较那个剧名叫什么？叫做《归娘家》。荀之庸吧？对，哎，你好厉害哦！哇，对，戏剧人哦。是呢，金马，哎，哎呦，吴以涵，爱子认识吗？大小会姐，唱歌有个，团体叫大小姐，对，我知道，他们俩我都一起上过节目的，对吧？是可爱的，他们两个。对呀，我是11年前跟他拍戏耶。我小学哇小学3年级的时对啊候跟巴玉姐姐一起拍戏，你看我真的看到他然后长大是小1、小2的时候有跟陈哥一起主持《小孩很忙》，对，很久。哇，我们都是看他长大的，好感人哦。这2个出道算晚了吧？你们两个7岁， 7岁啊？ 7岁那时候拍什么？是主持节目《大小通吃》。哇，这真的等于有12年了，到现在，刚念高中我记得。没有，现在已经大学1年级。大1啊？都大1了。对。哦，你们都是很早就展现自己在
影视产业这种大众传播的一种兴趣，高度热爱。我好像从小就很喜欢表演，所以我妈妈是服装设计师，她常常会让我去走秀。所以我大概2、3岁的时候就穿着她设计的衣服在伸展台上练胆量。妈妈是知名服装设计师，没有知名的，但是她很会做旗袍啊、礼服啊这些东西。哦，定制服。其实是那时候练胆量，然后4岁的时候去百货公司吃饭，然后说吃了一个肚子圆圆的，我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就唱了一个什么我是波霸的歌，好像我妈说我就是小朋友4岁，然后说我是波霸，啵，就是类似这种东西。这是什么胖虎的歌吗？从小对自己就有一些期许。对，然后虽然期待落空，但是小时候有自己的一些愿望。最起码小时候谁没有梦想？怎么样？不能当波霸，不要杀我们小孩。立志当军人，立志当警察，我不能立志当波霸，对不对？尽管事与愿违，是吧？但是一切没有遗憾。对，后来因为波霸这2个字被一个星探姐姐注意到，她就听到这小孩怎么这么敢唱，然后就找我去拍广告。所以我是从广告开始拍。第一支广告是什么？叫菲士兰奶粉，而且就跟郝邵文一起。那时候就荧幕情侣了。那时候胖嘟嘟的，就胖嘟嘟的，刚好跟他配啊。这是大概5岁的时候的。还有跟刘德华耶。啊，因为拍广告会遇到比较多，那时候的港星很多。对，好可爱。刘德华那时候是太帅了，那时候。而且香港五虎将，他好香。你还跟金城武搭过啊？对啊。你小时候真是圆润哎。是不圆润也不行哦，要搭郝邵文要刻意保持。你还有，我很是敬业。你要刻意维持那个身材。很辛苦的。哎呦，辛苦你了。对呀。金城武还有跟谁？郭富城。哎呦，你都有啊。那个是奶哥哎，旁边那是奶哥。旁边是奶哥，对啊，然后是方方方的，对，哎呦，我小时候很多的广告跟综艺节目，所以不止拍戏啦，遇到好多，你看你也在，黄金传奇好瘦好帅吗？我的天，你怎么会上黄金传奇？我记得我们一起拿空便当盒去挨家挨户要饭，你还就是带着我敲门，然后是每一家一个鸡腿啊，一个青菜啊，一个饭啊，凑成一个便当，凑成便当这样。你说这是不是一技之长？从小如果就会化缘的话，你看。结了足够善缘，对不对？你看你怎么能不保持身材？跟郝邵文站在一起，不保持身材，好可爱哦！吴奇隆哎，帅惨了。拍电影大概7岁了，这个时候大概7岁。朱元平朱导演，对，那部电影叫什么？狗蛋大兵。哎呦，你跟当时的贾静雯呢？现在长大遇到他们，我都会觉得，就是拿出照片。我最近跟郎姐拍舞台剧，我也有她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她一看就说：“你这个不要拿出来。”她也没有变太多啊，其实大家会有一点觉得很感人啦。中间除了念书之外，没断过吧？演艺工作？其实我去念书几乎就是完全停了一段时间。但我去学幕后配音，所以我12岁到24岁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幕前的，我就是断掉。12年。专心念书，我连来找的戏约是在大学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都不接，很坚持哎。我觉得那是我不会后悔的选择吧。很棒。哪忍得住？你很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人啊，我知道那个戏养的那引来的时候，其实会觉得我都大学大2大3了。过程中有参加一些表演社团吧？高中是热音社啦，我唱歌也是有舞台。对啊，那广电系不用演戏，不用，我去表演，我去学幕后，我做剧本跟导演的。哎呀，可能以前的一些养成，还有以前很小就出来看到很多大哥大姐屹立不摇在这边，你必须要有其他的技能才能走得长久。哦，真的好强！当然，他刚才说他要牵我，他牵你过马路，是这样子。OK。哎，你们边听哦，这些东西都是很棒的养分哦。对啊，他们的心得，怎么样出道都超过30年了。对，事实上是啊，我每次都少数出道比我久的。可是我总觉得12年要扣掉，而且价值观没有偏差，没有走歪路。很难得，跟妈妈有关系，很厉害，这是重点。妈妈给我蛮大的，还有妈妈给你支持，妈妈总是陪着你上通告。今天没有吧？今天没有了，我觉得让她好好养老，现在在家数钱就好了。好孝顺哦。然后1年就是3节礼物加上员工旅游，这样就好了。这是杨小黎姐姐啊，看到了啊。我不能叫阿姨哦，对，小黎姐姐哦，接下来是小杰姐姐。我是那时候，因为我从小出生，我妈就说我好笑型，就很爱笑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在笑柄型呐，对，然后在街坊邻居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浴火凤凰，然后潘迎紫在里面就是主角嘛，然后
就是街坊都会叫我小潘迎子，小潘迎子这样，然后就每天在那个巷弄巷尾这样活蹦乱跳，看到人就笑。然后就我们有一个邻居，不是精神异常吗？不是，哎呀，不是啦，才7岁。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邻居哥哥在当模特儿，我跟小黎一样，我也是拍广告起家的。哦，那我那时候7岁，一拍广告就拍了2年，就拍了150几支。你想得出来的，我除了卫生棉没拍过，我啥都拍过。奇怪，同事是怎么拍卫生棉广告呢？可是我拍过媚登峰你说小时候真的啊？灭登峰，对，是不是一种灭蚊药，对不对？不是，我的长大是那个美珍姐林美珍，然后我就拿着那个睡衣说我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然后就拿着睡衣穿大人高跟鞋这样。我连媚登峰都拍了，我觉得自己很猛，好厉害哦，什么都接。对我真的就只有怎么被发现的呢？不能街头巷尾被发现的。就那个 model 哥哥觉得我很爱笑嘛，就介绍我去拍广告啊，因为他有在试镜。你的贵人。可以这样讲，我的星探。哎，好可爱哦！你难怪叫你潘迎子，你有点贵气。是吗？是贵气吗？然后下面眼睛。小时候就这样。你不像杨小黎，小时候长得就叫憨厚啊，你。我就是喜感啦，喜感。你那叫憨厚，对。我就是眼睛比较那个。对，的确有点像富贵人家的孩子。哎，好人家的孩子。对。大陆以前有一个叫金明，有没有？啊，对，很多人说我像他，对不对？像日本，有点像日本人的那个，安达佑实。我小时候是靠安达佑实出道，因为大家都说我是台版的安达佑实。那因为有这个称号之后，我每一部拍的戏都变成那个2个辫子，然后无家可归的小孩，帽子戴歪歪，然后这边吊带。好大方哦，长得。然后还有萧大陆，对，萧蔷、林瑞阳，哎呦我的天儿啊！很会笑吧？有没有看我每一次都露8颗牙？哎，怎么跟你合照的都走了？很不吉利哎，如果看我们就先不合照了。你在怕什么？对啊，我在怕什么？我们今天能不合照就不合照了。我等下就拍1轮，我跟你讲，谁都别走。孙叔叔啊，钱德门钱爸，他们太资深了，这个年纪也。林瑞阳、徐想，哎呦我的天哪！徐亨。哎，好励志啊！那个新闻最右边那个，对，杨贵杰效法石安妮，你们知道石安妮吗？我不知道，《星星之火》里面演大姐的。哦，我不知道。她念北一女啊，她念说。但我要讲这个新闻是我妈跟记者说的，因为我妈希望我长大不要再拍戏，所以她要我去念新闻系。然后那时候刚好导演要重拍《星星之火星》，然后就把我设为那个石安妮的角色嘛，是大姐是不是？因为我没看。石安妮是大姐。对，然后他就跟记者说，我女儿就是以后要当那个主播，然后他就会希望我不要。对，这是对的，你妈建议是完全正确。你知不知道身高啊？你看坐那边对了。你真的很坏，我不要跟你聊天了。因为你 camera face 太漂亮。对，就只能拍这里。你这个观众缘很好，站不起来，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哎，你看个好人家孩子。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还是演戏有那个热情的感觉，因为你演戏，你可以当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用对杨佩杰这个人负责任，你知道吗？我其实蛮热爱当别人的角色，可以享受别人的不同的人生。对，基本上他们2个算是很具代表性的人物。对。哦，以涵也是4岁。以涵当然以涵你4岁怎么出道的？大概4岁半的时候，有那个妈妈的朋友就介绍拍那个类似巧虎的影片。巧虎啊？对，就是后面是 No， 你怎么？关机不要放嘴巴那个。你竟然有看？你看好。我有小孩啊。可是都这么久了。哦，你拍这个？对，然后在绿 key 前面跳舞，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小，然后导演就觉得我蛮受控制的，然后笑起来蛮受控制的。就是小朋友，我有看过我在拍这个的时候，学校毕业的。不是，我看到有小朋友那个旁边那个大玩偶，他头套拿掉，他在哭他在哭，就是，可是他不应该在小孩面前把头套拿掉，这是职业道德。然后我看到有那个小朋友梦想直接破碎。对，不应该。对，这些人偶都应该要到一个特定的休息地方。对。然后之后就开始，因为
不怕镜头，因为那时候大概4岁多，真的蛮小的。然后之后就有人找一些拍一些广告 ，OK 广告。然后大概5岁多的时候吧，就有接到拍戏的机会这样。哎呦，哇，5岁多就开始拍戏了，喜欢演戏，喜欢镜头，喜欢大家。喜欢表演。哦，你看看啊，这是演压在那个这是一个地震的广告。地震的生还者的。这很辛苦哎。我现在对这个的印象就是我身上很香，因为看那些脏脏的，它不是真的土，它是巧克力粉啊、奶粉啊，任何吃的你想得到吃的东西，全部粘在我身上。所以这个当下你是觉得有趣的，当下没有，拍着拍着就饿了，这偷舔自己像猫一样，啪着就吃了。跟猫真的很香，但是因为身上还是都黏黏的，所以一整天其实也蛮不舒服的。我记得这头发洗好久哦。你那时候多大？5岁6岁？差不多。差不多啊。哦，那你真喜欢表演呢，一般孩子根本坐不住。对啊，对吧？我现在看这些都好心疼哦。他得做那个造型要做多久啊？啊，这是小嘉玲，对，这是淑女第1季的时候。下面那个呢，这个出道也很久。 5岁啊，更久你看，你是里面最久的哦，16年了。哇，早安家族日本那个耶，是早安少女组那个啊。对 New Star， 那时候也是因为爸爸妈妈看报纸，然后小时候也爱表演，那想说啊就去试看看啊，增加经验啊。只是因为现场太多很厉害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待到结束就回家。然后没想到接到电话说，就是有进决赛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拿了特别奖，我就跟另外一个搭档，然后就凑一起我们去日本横滨，然后受训。不是受训，跟早安少女组一起表演，我们就当他们的 dancer 这样演唱会，当他们的演唱会 dancer， 就穿着红色洋装在旁边跳舞，然后后面也有主持节目啊、上节目啊，还有演戏这样。我演过终极3国，你也演过终极？我跟大学同学讲这件事情，他们不相信，他们吓到。应该只是客串几集吧？对，第1集终极3国第1集是我。第1集啊。对，那时候就小客串，然后到后面小1、小2才开始在演戏这样子。啊，对啊，这就是哎呦，我小的时候，哇塞，他的能量就你看他跟那个以涵就不一样，对，以涵是比较收的，比较收的，他很放，他非常放。这是在内地拍鞋子广告的时候。那是张胜峰老师的。对耶，张胜峰啊，对，郎姐吗100%的时候。娱乐100%啊。对，娱乐郎姐100%是哎，郎姐啊，所以郎姐还是他这应该是评审吧？啊，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跟郎姐一起拍过戏，在公视就电视电影这样。然后这是在那个 Baby Boss， 然后在 Baby Boss 啊。对，我们在里面办就是签唱会啊，或者是选秀。哇，你们办过签唱会？哎，我们签唱会的地方都是家乐福，因为是亲子都会去的好地方。对，要家庭的这种地方，对。哦，香蕉哥哥，那个也是看我们长大。 50岁的香蕉哥哥。那时候差点被吃掉哦，没变呢。哇，好感人哦，这个画面。好小我也会耶。对呀，是个。这好像那高凌风跟阿朱阿花的组合。好，接下来换你们2个人了。你们2个的出道是怎么变成童星的？我们大概是6个月的时候，然后没有。你刚才讲的是出生吗？就是刚出生6个月的时候，妈妈那时候有经营网拍，就是小 baby 的卖衣服的。然后她就你妈妈在经营网拍。对。她现在是我们的台长哎。对啊，之前很久之前。对。然后她在做经营网拍童装，就是小 baby 穿的那种衣服。哦，你们就是模特了。对。那时候本来就是摆在地上拍，没有人买，就是没有那么多人买。然后通常都是摆在地上拍，要不然掉在空中拍啊。才6个月，去之后就比较多人。如果单拍衣服的话，比较没有人买。大概有模特穿，我不知道穿起来什么感觉，就变这个画面。啊，可爱，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你知道左边那个是谁？左边那个？左边是我，已经会摆那种少女杂志的那种，这是几岁啊？就是忧郁的那种，穿粉红色衣服是谁？粉红色他，你看看，很漂亮哎。他就是应该是比较 gay 线的那个。拍前童星反应超猛，全靠妈妈画工超猛。演龙凤胎啊，好有意思哦。他们出道真早哎。1年级主持。那你们访问的题目怎么准备啊？妈妈有画一个大字报，好可爱哦！哎，那时候很有这叫凤小岳。
你看看，很漂亮哎。他就是应该是比较 gay 线的那个，他比较装一点，对不对？准吧？你看，他比较有看，那个会收敛。是吗？对啊，主持节目的时候也是。也是吗？就是他通常是在讲主要问题的，那我在旁边搞笑，我会问一些，他是搞笑担当。对，我通常都问一些犀利的问题。他们已经分配好工作了。你们有人设就对了。对。哎呦，那时候本来是只有他要主持而已，后来就是那时候第1集的时候一直哭，制作人就说，哎，那要不要他也一起上来？然后他在你就比较安心。对，我就放心的问，然后他在旁边搞笑。对，我负责搞笑。很不错啊，也可以安定军心啊，对感觉很好啊。这是第1集的时候，对，哇，Dream Girls 哎。对。 Dream Girl，对，我们让他等超久的。因为我一直在哭。哇，哎呦，罗志祥、徐若瑄，你看看，你们的际遇也不错啊，会把你们2姐妹去配一些不错的哥哥姐姐。对。Vanessa， 哇，想你。哦，你们戏应该就不会一起演的嘛，就是分开演嘛。啊，这个是我演男生，对，我演哥哥，他演妹。那个是你。对，左边那个是我。演什么？双胞胎吗？对凤胎吗？对，是演龙凤胎啊。然后我戴假发，然后我是。居然没有违和感呢，很帅。哦，好有意思哦。他们俩这样想真的很特别哦。演龙凤胎。哇，而且好可爱，那小男生。那时候我的词超级多，我有一大串，然后他就是这样，因为他演，我就一直同意他就好了，我就一直讲说妈妈留给我们什么什么，然后他我在旁边哭，这样就好了。你们这个时期都是在拍戏。对。他们出道真早哎！你们对于演戏这个东西，早上起床然后去面对镜头这件事情，是你们早就有心理准备的，还是习惯了？你看背台词、习惯表演、讲话。对，这是军官情人，这只有我演。对，我军官情人跟寇世勋那个，对，你也非常怡然自得的待在那个环境。对啊，那时候很开心，有自己的房间的感觉。你们去这些工作的时候，妈妈都会陪着你们吗？对，都会。肯定的。平常这么忙碌的拍戏的行程，有时候是3、4点就要梳化啊，妈妈会请假，然后陪我们。哇塞！哦，妈妈挥手一下，妈妈挥手。辛苦。新妈台长，你们台长。算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啊，相当一个这个低调，温良恭俭让的。是。温良恭那个我下个月可以加2件了。有目的的。 2位小黎跟小杰前辈，看着这个他们的过去，看他们的成长，看着他们有什么感觉没有？我很莫名觉得好像在看自己的小孩就是因为我现在有时候演妈，遇到一些小童星，我对于那种真的很喜欢表演的小孩子，我会觉得很怜惜，然后会想跟他讲说，你演戏之外，你还是要把书读好，然后你要好好的做人，因为看过蛮多童星就是真的是走歪掉的，但有时候遇到片场真的不想要拍戏大哭的小孩，我曾经很鸡婆的去跟人家妈妈说，阿姨，你这样子小朋友真的会有创伤。 他不想要演，你就不要逼他。因为我真的记得，你还去劝退啊？我去劝退啊，因为导演他不太会搞定小孩，然后他就说你去了这样，然后我就去跟那个小朋友聊，我说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演戏？他就说，对我很讨厌，是妈妈叫他来。我就去跟他妈妈讲，我说但是今天工作还是要完成，我就用比如说糖果、饼干，就是跟他玩游戏，让他把工作完成。可是我跟他妈妈讲说，这样小朋友其实是会有创伤的。那通常爸妈听的是会接受的吗？ 其实有一个妈妈曾经这样有点不爽，她觉得为什么我要管她的小孩，跟管他怎么教育小孩，挡人财路。对，可是我会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你看到一个孩子，他就是不要，他被逼着，然后哭不出来，全场等他一个，他妈妈就跑过去跟他说：“你现在再不哭，你现在大家都在等你，你丢不丢脸？”威胁他，对不对？我就觉得小孩，你为什么要？这会有阴影的，绝对有阴影，对。 而且我觉得当童星最好就是傻乎乎的就好，导演讲什么你就相信，所以你就会演得很好。我就是这一派的，所以我觉得童星有一个能力，就是他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很新鲜、很好玩。就算是我小时候有常常演那种乞丐，然后要去垃圾桶里翻垃圾。你演乞丐有说服力吗？没什么说服力。因为我就安达幼时嘛，就是那种无家可归，前面都是要先乞丐，然后最后被发现富贵脸大小姐，但乞丐命啊。
但我演过乞丐，然后她是千金小姐欺负过我。哦，对，唯一一档古装，我还打他巴掌，狂打，超惨的，我在他家当奴隶，他就赏我巴掌。两个人相较之下，你是长得比较清苦一点。是，油麻菜籽，这没办法否认，对不对？长得好，人家孩子不一样。没有，我前面真的也都演过苦过，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你只有自己不觉得苦的时候，你才可以演得很自在，你才会让大家相信。不然你如果真的觉得脏啊，你连挑垃圾都这样，你怎么会像一个乞丐？所以我觉得童星有一个那叫什么，很容易去相信。就是相信剧本的角色也好，相信别人告诉你的故事也好，很容易相信导演的引导也好。他可能讲着我就哭了，我就不用被捏啦。不然很多副导来的童星很有奴性，就捏好不好？对哦，那个感情也是纯粹而丰沛的。对，你看他们其实都大概有具备这个条件，但遗憾的尤其是啊。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好，童星生涯酸甜苦辣，这件事最让我忘不了。童言童语讲实话，意外伤害大前辈。小钟哥要表演魔术，那小时候就是很好奇这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Magic 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条线从他口袋这样拉出来，透明的，然后这样，然后喊很大声，那小钟哥就你干嘛讲出来啊？童星生涯酸甜苦辣，这件事最让我忘不了。哎呦，他写高难度东西，何谓高难度？对，怎么高难度？《淑女养成记》第2季的时候，因为他有一场，就是因为第2季就是说小嘉玲上了国中，就是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有一次是小嘉玲自己坐公车回家的时候，就是遇到了骚扰。他当下不敢讲，他回到家里其实也不太敢讲。但是因为那一天是下雨天，但看到妈妈之后，有点崩溃大哭，是整个大炸裂的那种。哎呦。这场戏很令我印象深刻，也觉得很难的是，因为它很麻烦，它是从麻烦一镜到底，它是一镜从我哇，就是从路口走到妈妈那边，其实很远。然后他那天下雨是那个叫水车。然后水车本身就很麻烦，因为你要控制它水的量啊，然后水拍不拍得到，还有整条街啊，对，然后整条封街真的不好拍哎。两姐妹访问到偶像，在大小通吃的时候，对，在大小通吃的时候，访问到谁？陈妍希姐姐。哦，陈妍希。对，因为那时候我们看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们那时候就说她好漂亮，我们可以访问她，跟制作人这样讲。那时候几岁？国小吧。国小1年级吧。啊，国小才国小1年级。1年级主持。那你们访问的题目怎么准备啊？那是制作人先就是有写好要问什么，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听不太懂。对啊，1年级，因为那时候连注音都不知道啊。那时候哇，那你怎么问问题啊？就是妈妈有画一个大字报。你妈妈画大字报？还是姐姐？就是有注音，有注音，然后也有画画。好可爱！我现在看完全不知道问什么。画大字。对啊，这是什么？什么？兔子是要问什么？你有喝到吐过吗？完蛋了，完蛋了！哎，你知道写什么吗？好可爱哦！凤小岳，凤小岳，哎，我们很有这叫凤小岳，这叫凤小岳。对，那时候有访问他，然后他那时候也有，然后叫凤小岳。凤小岳看到这个不知道心情如何。他有拿上来节目翻，他有拍照，对，就是很多话。还有台湾人，什么人？台湾人，那时候都不懂国人，就是台湾人画成这样，你就知道他妈妈有什么问题了。有真把台像啦，真把台湾画成了地瓜番薯。你现在翻那个是什么？很想知道。爱心是什么？男女谈恋爱了是不是？对，应该是就是问有没有求婚有没有在一起？对，有没有在一起？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画得很有没有喜欢的人？蛮好用。 1年级怎么会问人家有没有在一起？哪知道什么叫在一起？都很可怕，但是我们不知道，你问得很可怕。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可怕。就是现在回去看，然后发现那个问题
对他来说就是那是一般主持人不敢问的，但因为从1年级的主持人口中问出来，就不会觉得很探隐私这样。对，好聪明哦。哎，我现在想想，其实让2个6岁的、7岁孩子主持节目很可怕。很感动哎。他会问什么？他不知道哎，他还天真的问，都给他们。录影出大包，出过什么包呢？你们都是这样笑笑就过去了，有什么事情？童言童语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在小孩很忙的时候，然后小钟哥要表演魔术，那小时候就是很好奇这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那我刚好的站脚是在他侧边，他好像要拉出要 magic 的时候拉出一个耳朵还怎么样，我就看到有一条线从他口袋这样拉出来，透明的，然后这样我看到线了，然后喊很大声，那小钟哥就你干嘛讲出来啊？没有人看魔术在这边看的好不好？他有点小生气。然后还有一个是，有一个比较重点是，有一次要表演一首歌曲，叫做《我爱台美》，就是张震岳跟热狗的这首歌。但因为他的歌词，那时候还不太理解，所以我们会有自己改，经纪人有帮我们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要在节目上表演。我说不知道那时候我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是负责 rap 的段落，我怎么样都唱不出来。歌词全部忘掉了。对，而且又很紧张，因为没有表演过 rap 的歌曲，因为毕竟之前可是练习的时候都 OK， 也没有到，就是一直就只有就是小声自己这样唱，都是 K 的啦，都没有唱出来。对，然后就变成说那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就没有表演，然后就被剪掉这样。那时候心情如何？我很紧张，就是很怕会给姐姐就是感觉不好或什么，因为她好像也是期待那一首歌曲的表演这样。跟你搭档的叫什么名字去了？赵贤，吴兆贤，姐姐。然后他大你几岁？2岁。2岁。觉得他们的都蛮是欢乐的，蛮顺遂的。对，他们的是真的就是出包了也可可爱爱的，不会被计较的事。然后我们的真的，我们现在聊被计较了是吧？对。装小好尴尬，都已经很小了，还能再装多小啦？你小了大半辈子了，有什么好尴尬？没有，我就是因为我个子太矮了，所以我每一次都减龄演出。比如说我已经国小了，我7岁那时候就国小啦，可是我都演幼稚园，然后你知道就要装嫩，然后就每一次这样很容易变神童哎。对，因为什么都懂啊。对，但是我都会变成是那个园区里面最大只的。我有一次就是演幼稚园，然后大家都真的是幼稚园，我是一个国小2、3年级的人，然后我就坐那个溜滑梯，要很开心的这样溜下去。结果因为我就真的是比较大只一点，我就要溜，导演就说下来啊，我的屁股卡在溜滑梯，我根本下不去。然后那个小幼稚园的屁股就那么窄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比较不舒服的事件是。我到了6年级的时候，你知道6年级女生会稍微有点发育要穿胸衣的时候，对，那就有点尴尬期。所以我后来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说童星最怕遇到尴尬期，不管是男生是变声嘛，女生就是有一点发育，就不想要展露自己，也会一直驼背这样子。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对我又减龄演出了，我就演一个3年级，我6年级演3年级，然后那个戏是龙少华是我爸，然后忘记谁是我妈了，反正我就是要拉着他们2个人的手，说好开心哦，爸妈终于和好了，这样甩。然后我就在演的时候，我就一直心里那个过不去，就觉得为什么我要装那个这么小？对，而且我还要就是哈哈哈哈哈这种，你知道吗？很想打自己，因为已经6年级了。就演嘛，演员嘛。我那个时候就是有障碍。他说20岁演到50岁，他演的装什么老啊？没有道理。开始觉得很尴尬害羞。你知道女生有一个时期很怕人家说她很作，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要演得很作嘛，然后又要发出那种银铃的笑声，银铃般的笑声。对，那个年纪。然后我就演的，我就爱演不演的那种表情，我就这样，然后就比较像微笑，比较有点少女的腼腆了。就副导就过来跟我讲说，杨佩杰现在长大啊，不会演戏了啊，什么，就是当众想要激你。童星长大不得了，自曝私下真面目。舞台就演一个骚货嘛，但是我真的就平常就比较男孩子气，对于调情这件事情有一点点障碍。你有谈恋爱的经验吧？我会的啦，只是平常不想拿出来啊，拿出来吓死你了。天蝎座的，我跟你讲，唠狠话哦。
导就过来跟我讲说，啊，杨佩杰现在长大啊，不会演戏了啊，什么，就是当众这样激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激我，可是你知道，现场20-30个人，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丢脸啊，自尊心那时候也很高，teenage 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很丢脸啊，他越讲我越演不出来，后来导演就把那场戏给删掉了。对，删了。后来我就真的跟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演装小的戏了？就要么就真的就后来跑去演公视的一些青少年的戏了。你大概是几岁开始自己挑剧本的？长大之后，长大因为长大是妈妈就没有当我的经纪人啦。长大大概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哦，25岁独立了。对，开始就会看一些剧本角色。可是你说真的有挑吗？我没有，我就前来就干呢。我真的没有什么挑。你好直白哦。你要不要换一个说法？不是，就是说有角色就演。就这样讲会好一点啊。我觉得这样讲好一点。太常听到玉林哥讲这个话了。你怎么会变这样？就说节目不能上太多。好可怕！他们在无预警的时候抛出一些震撼弹，他长成这样子，气质的样子。其实我也讲的太，我也没有什么在。你讲太自然，我们俩。一时有点。我们两个好像被那个风扇到。反应不过来。对啊，其实我也没有在挑剧本，我不是前来就干。就是说不挑。没有预警。有角色就接，他说改，他已经改说法，你不要再提醒。对对对，什么都演啦。他刚刚这个说法，你们能认同吗？完了，坏示范，对不起，对不起。有角色就演，我也想尝试吧。管他是喜怒哀乐的角色都演，对不对？可是你们要演的情感，让你们开心大笑，可能还容易想象。万一真的是你这个年纪，真的经历不到的，你们怎么办呢？对啊。跟你爸妈也问，你爸妈也不见得有相同的经验，跟谁问？哎，我有一招哎，我觉得我就是疯狂看剧，因为你体会不到的那些什么连环杀人魔或者什么的心情，你就看剧，看一看之后，你从模仿开始，就模仿他的情绪，然后想象，然后对，就靠幻想的，因为总不可能什么都有自己的自身经验去放大，所以我就常常看很多很烧脑的戏啊、悬疑的戏啊，任何就不要排斥，真的是什么都看。然后你就去我有时候我会按暂停，想一下那是什么心情，然后再继续播。哎，可以，真的好用。我觉得这个不错。我这次舞台就演一个骚货嘛，但是我真的就平常就比较男孩子戏，就是那个第三者啊，那个舞台音乐剧，那是音乐剧。对对对，台北场演完了，然后我就是看了很多的骚货，什么叫骚？永远在小三，他是小三，但他又是有权威的身心科医师，所以他要在他的专业感跟他的那个骚劲儿里面要切换。有些在办公室里面在看诊的戏，有一些是他在跟那个就是他的外遇的郎姐的老公调情的戏，所以那个要切得很开的时候，我就一直对于调情这件事情有一点点障碍。然后我就看了很多的像什么《西雅图夜未眠》啊，或者是很多女演员在演一个纯真的脸孔，但是呢，她在发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恶心讨厌，反而会认同她，会怜惜她的那种角色。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狐狸精，对，她是一个有很真实的情欲展现。对，那个东西真的，我有一点克服了大概1个月吧，然后一直在模仿。然后去找出自己的那个点，哎，结果后来就演出的时候，我觉得演员有一个老天赏饭吃的那个东西，应该就是拱大。你上了台，你面对镜头，你其实就是忘了自己的一些矜持，跟你害怕的事，就是都拿出来。你有谈恋爱的经验吧？有，对吧？对啊。我想恋爱应该也可以去想象，你总有几段吧？有啊，我会的啦。只是平常不想拿出来啊，拿出来吓死你。天蝎座的，我跟你讲。对啊，不要随便乱拿的。杀手锏。那你们俩恋爱过没有？妈妈在，你觉得他们要怎么回答？那个阿豪带他妈出去逛一逛。好，他不方便说，把他带走，把他带走。我们这节目都不好录。他们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很难不谈恋爱的吧？还是比较有吗？妈妈现在嘴角在抽。他们爸妈都在的。一段2段。国中1段，高中1段。没有，国中没有。啊，国小啊？国小也没有，就一段。好难回答，人家妈妈在呢。那这一段有亲亲吗？有没有？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
那是暧昧而已啦，好像有些投射，然后有些那样子，对不对？扑通扑通跳，觉得好像有个喜欢的人，小蝴蝶啦，对不对？啊，那这不算了，这不算，哦。你刚刚访问那段都不算，不行啦，不行，要把再啦，剪掉，剪掉，没关系，我们就不问这个了，就不问了。你们看起来很不自在，我们就开心就好了，好不好？不行，我不敢，问别的，啥？你跟我对到眼神，那你问什么？大四了啦，应该有谈恋爱经验了啦。有啊有，几段了啦？我也很不自在。爱子谈过几段恋爱了？高中就有了吧？国中有，国中没有。大四还有什么不能讲的？高中就有了，对，对高中不对？有，念高二，高差不多，差不多吧？差不多。高中有2段吧？大学有2段吧？不是很想计算，会做笔录吗？觉得很生气吗？童星工作难上加难，却被陈哥浇冷水。很多古装戏，什么土地公啊、施工啊那些的。然后那时候我演一个小鬼，所以它是有各种特技，它会飞天、会遁地、会被就是各种很多特效。小时候就掉钢丝，因为我肯定啊，那么重。我不是重问题，这问题啊！哦，不是。高中有2段吧？大学有2段吧？不是很想计算，会做笔录吗？觉得很生气吗？吓死了。那天放学，你后来跟他去了哪里？这是爸爸会做的事。后来你们为什么在西门町下车？哎，我想要分享爸爸，因为有一次你爸爸怎么了？爸爸也差不多是这种状态。哦，问你事儿是吧？好可爱怀疑你的感情状态。对他，我已经高中了，然后那时候应该可以自己搭公车或跟朋友一起上下学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喜欢的小男生，然后就一起走，在学校外面这样走。然后就拉小手，然后因为刚放学人群很多，然后散开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外面校园的到底是我爸，然后站在车子前面，然后这样有经历吗？快速致命的感觉。然后我就还牵着，哇，撞一下，把他推去柱子后面，他有看到你们牵手吗？呀，然后我就装镇定，然后走回去。好刺激哦！嗨，爸爸，戏剧化哦。装没事啊。他说我看到，他说上车说。然后就开始了，你就被修理了，就念一下这样，被侦讯了。对啊，还好啦，都过去了，看得好开哦，都过去了。爸爸是女儿控，哦，那开玩笑，你爸一定爱你爱的要死。对啊，掌上明珠呢？小时候这么闪亮，对不对？好，来小丽姐，他会剪你演出，你应该也差不多吧？我好像演的都比较是自己的年纪的，但是我的是有生命危险的。吊钢丝，你说小时候就掉钢丝，因为我肯定啊，那么重。不是这问题啊！因为我那年代的时候，很多古装戏，什么土地公啊、施工啊那些的。然后那时候我演一个小鬼，所以它是有各种特技，它会飞天、会遁地、会被就是各种很多特效，很可怕。要你拉钢丝来表现。对，然后我记得这一次是在那个南坎的那个棚，就是以前在那边还有很多那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的那边，半夜3点多还4点。然后我要从一个屋顶飞下来，其实那时候他们应该要算好，就是后面的人推我的时候，他们才放钢丝，所以我应该是被推出去的顺的时候着地这样。结果呢，他们就是也累了，他们钢丝先放了才推我，我就从屋顶是啪啪啪这样滚下来，然后滚下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傻了，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晃哦，四面都是墙，我就在半夜这样晃。后来是王梅导演跑过来抱住我。然后跟我就是一直跟我说宝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塞红包给任何危险动作戏的一个开始的习惯，以前没有。但是我记得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除了害怕之外，我好像第一句跟我妈妈讲的事情是，因为他们都说可以继续拍吗什么的，然后我好像跟我妈讲说，就是我可以不要让大家等。可是我很害怕，这太恐怖了！你是天使啊你！小学3年级，我觉得我好像是被教导，就是你来拍戏，你就是敬业，不要让大家等。所以我曾经也是拍海边的戏，曾经快要溺死过。然后那时候的导演比较不懂小孩，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失去意识了，被
被抱起来，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已经在做 CPR 了，然后都没有吐水，我妈在旁边一直哭，然后她就一直等嘛，后来吐水了，我醒来了，她第一句话就问说要等多久？对，所以说这话的是谁？你才刚从鬼门关回那个导来演，他前几年还有拍戏。说这话的是导演。所以我觉得好残忍我现在脑海中跑出来的反而是很多曾经对我很好的人，因为我曾经遇过很多对我很不好的人，可是我还在这条路上，就表示哇，这个小孩他真的好喜欢演戏哦，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受苦，就是享受。哇，好感动。这个很可怕的，而且还有在阳明山的那种，也是深山里的树林这样掉，然后很多树嘛。其实他们就是有算好一个路径，让我从树中穿梭出来。可是那个只要一个不小心，我就是直接就撞树了。可是想一想，我觉得我很酷哎，哪个小孩可以飞在空中啊？然后还可以就是爆点棒的时候你飞出来，好可怕！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我根本是那个年代的蔡依林啊。有没有比喻过当？没有，就让他他这么辛苦了，对，就让他当一下蔡依林，我让你当下蔡依林好不好？可以，好心疼哎！我觉得像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面对的压力可能是生命安危的压力，但在你们这些比较新生代的童星里面，面对的是公众舆论的压力，因为是网络时代，对，网络时代，所以身心都要面对很巨大的挤压。对于童星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很稳健的父母跟成长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问他的问题来了，来喽，全部人回到小学之前，就要上小学了，明年就要上小学了。但是我们从明年开始有一个戏要拍3年，然后接下来你们要成为一个很棒的童星，你认为是你可以选择的，你仍然选择当童星的，请举手。哇，掌声鼓励，全数。很正面哎，这是一他们真的个，热爱表演，这是个任重道远的使命感。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过来人的分享，就是千万不要害怕人家说你是过气童星，因为只要你当过童星，你长大就会有人叫你过气童星。可是呢，不要觉得自己过气，因为你只要还在努力这条路上，你就没有过气这个问题。说得很好，继续表演，从现在演到以后，好不好？祝福你们，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